各位遠家的家人們，大家午安。很少開始搭帳篷之前先開場，然後好漂亮！我在哪裡？我在二房的美術營地。那為什麼今天先開場呢？因為很多人想知道我的車到底裡面是怎麼放裝備的，所以我們花個1分鐘的時間給大家看一下裝備現在在車子裡面長什麼樣子。然後這支影片呢，就是除了介紹美麗的美術營地之外，就會讓大家知道我簡單的裝備到底有多簡單。那我們一起去看。其實我的裝備真的很簡單，一個後車廂，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那基本上呢，就2個箱子。這個箱子呢，就是裝燈，還有一些雜物。然後下面這個箱子呢，就是我把廚房用品啦，然後還有一些就是雜物，也全部都歸納在這個箱子。所以其實我是用箱子在做歸納。然後這邊等一下會拆給大家看。那再來是帳篷，然後柴爐、工具箱，然後這是我的小小的零食箱，然後也是一些雜物。所以其實我大概有3個雜物箱。那我们来看一下中間擺什麼。中間就擺沒有暖爐，然後我的睡眠用品都在這一箱。那隔壁是冰箱。好，那我們先來搭帳篷，等一下再跟大家一一介紹我的裝備們吧。
在酷澎上面買的，這樣我記得應該不到200塊吧。哦，而且這個木頭材質還不錯，不知道燒起來感覺怎麼樣。然後呢，後面的是跟銀主買的，銀主剛剛在劈柴，好療癒的聲音。而且這個應該是樟腦的那個樹，樟樹，好香哦！我們來點火吧。我們布置的差不多嗎？剩下那個睡眠系統而已。先來喝一杯，這個一樣是 Zero 的生啤酒，然後是怎麼念啊？沖繩的啤酒。哎，這個真的蠻好喝的，所以大家可以截圖，好吧？截圖。酒商這裡的版位很好哦，因為家人們都說他們都在 follow 我喝的酒，好不好？這裡的版位很好哦。乾杯啦！哇，美術營地真的好漂亮，即使現在已經是楓葉季尾聲的尾聲了，對，今年比我上次來還美。冰冰涼涼的，超讚！我們呢，等一下來準備午餐。然後再準備睡眠系統，反正睡覺才要用嘛，好不好？乾杯咯！我们吃拉麵，這個應該是我媽從好市多買的。然後呢，這是便利商店買來的溫泉蛋。那趁着水在煮的時間，我快速的帶大家看一下美術營地吧。吃午餐啦，熱騰騰的拉麵。今天天氣其實還不錯，就是沒有很冷。那不知道晚上如何，不過沒關係，我是有保命武器的。然後第二瓶，這個也很好喝，這上次喝過。大家出門去玩會亂買伴手禮嗎？也不是亂買伴手禮，就是亂買小廢物。這是我上次去日本2天1夜的時候買的，然後我根本就忘了他們的存在。我後來有一天在整理那個小袋子的時候，發現，哎，這什麼？這個是我從日本買回來的。好啦，就是那個亂買嘛。好好吃哦！哇，鹽城風景真的好美。它這裡面啊，就是筍乾跟木耳，然後有一包高湯。
可能想吃肉的人或者想吃蛋的人，大家要自己準備啊。不過我的蛋呢，現在撈不起来，我要把它戳起來。我前幾天在 FB 啊，就是寫了一個關於國旅還有出國。那為什麼？其實這兩個我都沒有敵意。好，我兩件事情也都會做，就是會出國，然後也會國旅，然後當然現在是以露營為主啦。可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到底有沒有認真看我寫的文字？其實我要說的是，真的沒有必要比來比去，那也沒有必要每次都說哦，這個價錢啊，還不如出國。其實真的不太一樣然後我們自己住的這塊土地，你都這麼不認同，對啊。但不過也一樣的道理，就像那個很多人會問我說，你們基隆廟口有什麼好吃的？然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都不好吃啊。那有沒有一個可能是我吃膩了呢？不過我就会推薦大家去我们基隆其他的地方吃，對，例如像我們七堵啊，然後或者是像離廟口很近的仁愛市場啊等等。可是沒有必要說廟口就是怎麼樣，對。我個人比較不喜歡這樣的論調啦，所以其實有時候在網絡上跟大家聊一些類似社會議題的東西的時候，有時候你也可以去觀察到蠻多現在的鄉民或是網友的一些反應，還蠻有趣的。就是會抨擊你或是攻擊你的人，他可能其實也沒有把你的文章全部看完，蠻有趣的。好啦，就是我是一個很喜歡碎碎念的人，對吧？我們來吃午餐，然後欣賞眼前美麗的風景吧。真的會非常快速，因為我眼前就是廣場區，然後前方營本部，這裡今天有我的路友他們旁邊那個楓葉好漂亮，然後我還是搭在我的老地方。其實我本來想要帶那個金字塔帳，就是跟當年第一次來的時候一模一樣，可是因為最近迷上這個大空間好漂亮啊！那這一區呢，就是廣場區啊，後方站板區，我們來看一下。本來今年想要搭站板區的，可是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我的老位置。哇，真的，這次的採訪好值得哦。雖然是楓葉的尾巴了，因為已經1月份了，可是今年的楓葉比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還漂亮。好，這邊就是站板區啦，我們來看一下後面這個位置，天然的白噪音。好好聽哦！好，吃完午餐啦。今天的帳內配置一樣，視聽區、烹調區。我在冬天呢，就是不帶瓦斯爐出門的。然後，這也太美了吧！好，我們來去雜貨店。好漂亮！雜貨店呢，就在前方不遠處。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去雜貨店幹嘛，但我就想要去雜貨店。路邊的山櫻花陸續綻放中啦。
狗狗，你要陪我去雜貨店嗎？這其實呢是一個很安靜的小村莊哇。來的路上啊，其實沿途都是楓葉啦、落羽松啦，然後再搭配上一點點目前正在綻放中的山櫻花。我記得雜貨店就在玉峰大橋的旁邊，然後這裡呢也可以前往拉拉山。我們來去雜貨店看看咯。我刚刚去雜貨店買了這個巧克力派，是個小點心，好可愛啊！哇，今天天氣真的超讚，非常適合露營。好舒服的天氣，然後好舒服的美術營地。外面的風景真的好美哦！雖然廣場區的楓葉日掉差不多了，可是剛好眼前就是可以看到美麗的風景，給大家看一下吧。晚餐嘍，我們先來咖啡。這是清酒氣泡酒啊，這個清酒還蠻好喝的，菊水清酒是女生可以喝的清酒。哇，這個牛排真的很好吃，看看這個色澤。因為我那天去逛宜得利的時候，看到這個牛排鑄鐵盤，我就想，應該蠻適合的。
哇，這個南瓜濃湯也太濃了吧！這個是咖樂迪的，對，今天晚上我們就簡單的吃個牛排。哇，這牛排真的好香哦！那我剛剛放的奶油其實是有鹽的奶油，所以我在調味的時候就沒有加太多的那個鹽巴，這樣。哇，這個顏色好漂亮哦！這是幾分熟啊？完美的5分熟哎！哦，好吃。乾杯嚕！甜點時間，超回答，這面比較好看。這是大創的熱壓吐司盤，單片吐司的。然後可能我的吐司有點太小片，對，不過也是蠻香的啦。哇，吐司融化了，雖然外表不是那麼好看，但是也還是蠻好吃的。我等一下要去洗澡了。那傍晚的時候，其實營主就來通知我們，柴燒好了，可以洗澡了。美術的熱水是柴燒熱水，所以它其實相對蠻穩定的，就是熱水啊，然後那個水量啊都是蠻穩定的。所以吃完點心，我們要來去洗澡嘍。紅豆起司還蠻好吃的。宵夜時間，我剛剛呢用這個白桃果汁的沙瓦，然後搭配橘水的清酒，調了一杯，還蠻好喝的誒，就白桃果汁的味道，但是酒精濃度稍微往上了一點點，哇，美術的衛浴真的很讚，它不是那種很高級，但是洗起来真的很舒服。到底有多懶，連拿剪刀都懶。今天一樣吃這個雞胗，我還蠻喜歡吃雞胗的，而且我覺得雞胗真的是很適合當下酒菜。這是全聯買的，上次的 7 的比較好吃。全聯這個滷味的味道比較重，比較鹹。我覺得還要再加一點點氣泡水，因為那個白桃果汁有點太甜了。如果有認真看頻道的人，應該會發現我最近會把一些以前拍的素材，然後再製，可能是比較針對食物的部分啦，或者是像
上一周剪了一支，就是有點仿照那個沉浸式錄影。對，那其實也是想嘗試看看各種不同的風格啦，然後跟大家分享。不過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講話的，因為我不講話，就會覺得好像那個就是哪裡少了什麼這樣。你們比較喜歡講話的，還是不講話的？多吃幾個好像也沒有那麼不好吃，可是就是鹹，我覺得它太鹹了。哇，時間在過好快。上次來美術營地其實是2024年的時候，應該是年底吧。然後過了1年，再回到美術營地，營主記得我，開心。然後我搭了一樣的位置，然後一樣的白噪音，一樣的舒服的營區。然後我現在好熱，因為今天的天氣沒有上一路那麼冷。乾杯。早安吶！有看到我的帳篷裡面嗎？我已經收拾的差不多了。我們今天的早餐一樣是用大床的這個單人的熱壓吐司盤來制作牛丼熱壓吐司。其實這個是那個什麼無印良品的，烤的比昨天成功。看戲了。早安呢！我昨天在美術營地睡了1個晚上，超舒服。因為旁邊有那個溪流的白噪音，然後再加上因為是平日嘛，所以總共加我只有3帳路友，那大家都蠻安靜的。晚上的溫度呢也很舒適。我昨天沒有暖爐的火，是直接開到最小，因為沒有很冷，大概是12、13度上下。对比上次在拉拉山，那根本就是行走的冰箱吧。对，然後這一次的話，就溫度還不錯啦。那不過因為現在還1月嘛，所以如果大家在1、2月要出門露營的話，這個保暖還是一定要做好的。那有人發現這套衣服嗎？
這是2024年我來美術營地的時候穿的衣服，我故意的，就是我覺得應該要有一點點相同的元素這樣。好啦，我們來吃早餐吧。撤收完畢，又是乾燥撤收的一天啊！美術營地真的是一個很漂亮，然後值得再訪的露營區。沒錯，我真的再訪了。因為我都是楓葉季來，那楓葉當然它也是會隨着一些氣候的狀況啦不一樣。就像我上次來的時候呢，是因為夏天有台風，所以其實葉子被掃掉蠻多的。那這次來雖然已經是楓葉季的尾聲，可是還是很美。那當然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風景，然後是一個小巧然後舒服的營區。雖然在就是大馬路的旁邊，不過因為山路嘛，其實晚上就也不會有太多車子。然後有潺潺的溪水，有白噪音，很舒服。其實我很早就收拾的差不多，那因為要等柴爐涼嘛，冷卻，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光坐在這裡看楓葉掉下來，就覺得哦也太美了吧，所以一直動作很慢，然後搞到現在已經中午了。好，沒關係，雖然又要開2個多小時的車才能回家，可是我覺得這一趟路是值得的，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也可以上我追蹤員家庭中城堡，跟我們的 Instagram 就可以收到更多即時吃喝玩樂的訊息。看影片的同時，不要忘了給我熱推哦。那我們下期影片見啦，拜拜。